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节目，我是Sunny。本周大盘是横盘整理，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行情。下周又是感恩节休市，交易时间大幅缩短。消息面上，财政部要美联储还钱，辉瑞上报 FDA 紧急使用申请。消息上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下周大盘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会不会有感恩节行情的出现呢？美股有没有年尾效应？一般年底行情是涨还是跌的呢？还没订阅的观众，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我们马上开始吧。今天影响市场两个消息，一个是财政部长要没收美联储的作案工具，另一个呢是辉瑞上报了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财政部长姆努钦发了个函给美联储，要求终止1级和2级市场公司债支持工具、市政流动性工具、对大众经济的贷款支持工具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财政部凭什么能插手美联储的事情？这事儿要从3月份 CARES 法案说起。当时川普签署了这个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这里面有一系列由财政部资金支持的美联储贷款计划，像美国航空、联合航空等7家航空公司就根据这个法案申请到了救急的贷款，所以出钱的人说话比较大声。前天听说拜登已经确定新的财政部长人选，今天姆努钦就出来刷存在感，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嘛。不过没用完的资金按规定本来就是要退还的，市场解读财政部在今年之内应急贷款计划到期结束，对年末资金面影响不大。美联储要是放水，哪里需要财政部？他们之间无非是在救济法案上面有一些资金往来而已。同时财政部也说了，时间到了就还钱，有需要再拨款。也就是说，美联储可以要求财政部重新安排，以财政部自己的稳定基金或者国会批准的新资金来筹措计划所需资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手段上是一对孪生兄弟。零利率的美联储实际上王牌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市场更多的还是比较关注财政政策的推进，这就是姆努钦催美联储还钱会给大盘造成压力的原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落实，就是谈了几个月也没有成功的经济刺激计划。刺激计划的谈判是在大选前，川普和佩洛西使出了谈判终极手段，也没能迫使对方就范。紧接着就进入大选以及大选后的争议阶段。在最终宝座易主之前，谁有动力去谈什么刺激计划呀？给别人做嫁衣呢？所以11月份以来，市场就没有再出现太多关于经济刺激计划谈判的进展了。然而刺激计划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落实，货币已经极为宽松，加上财政政策定量刺激，将给高位美股再加一把火。我们有时候在想，美股为什么就不出现头部来个大跌呢？心仪的股票老是非常贵，买了怕被套住，不买怕上不了车，就永远在恐高和追高之间无法下手。原因很简单，美国人把大部分退休财产放在股票基金上，大量金融机构靠股市不断上涨在赚钱，一旦美股大跌，民心大乱，不只是股票亏损这么简单。川普非常重视股市涨跌，原因大概也是如此。股市涨了，免税账户和退休账户赚了，民意支持率提高。至于拜登重不重视股市，目前不得而知。拜登要提名的财政部长将在感恩节前后公布，这可能与经济刺激计划能否尽快达成有关。届时市场就会去推测了，我们到时再看。另一则影响市场的消息是疫苗递交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了。2016年的21世纪治愈法案和2013年流行病和所有危险准备再授权法案进一步完善了紧急使用授权。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 FDA 对未获批准医疗产品及已获批准产品的未获批准用途的紧急授权使用，一个授权使用就叫一个 EUA。 EUA 并不是永久有效的，
疫情结束不再适用紧急状态的情况下， EUA 就失效，不能再紧急使用了。到时还是要按正常流程审批监管。辉瑞给超过4万人做试验，一半打疫苗，一半打安慰剂，出来170个得了新冠的，里面只有8个打过疫苗的。按这个比例计算，有效率超过 95%， 高于 FDA 要求的 50% 的水平。试验中也证实了安全性。基于积极的试验数据，辉瑞向 FDA 提出的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并且声称授权一批准，几个小时之内就开始分发疫苗。这款疫苗从病毒基因序列发布到提交审批，只用了不到1年时间。如果年底前顺利获得批准，那将是历史上速度最快、运用最新技术的疫苗。而这种技术以前还没有成功上市疫苗的先例，这怎么看怎么像美国英雄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地球的剧本。虽然很多人心里还是毛毛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 FDA， 只要能过，那就是重大利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获得 FDA 的审批呢？新浪财经文章提出几个关键时间点。首先是12月8日前后的 FDA 咨询委员会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外部顾问、传染病和疫情专家组成。在开会前2天， FDA 就会整理试验数据，并发布有关临床试验数据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可以窥测 FDA 是否有批准的意向。咨询委员会结束将进行投票。按这个说法，大概市场重要变盘时间点会落在12月8号前后。下周将有26日的感恩节休市1天，感恩节次日又提前3个小时休市，所以下周的交易时间将非常短。而下周的行情又将如何预测呢？因为这周基本上是牛皮行情，没有什么波动可言。我们先拉长周期来看一下周线图。纳斯达克周线图上，这周是收出一个十字星，十字星的出现是多空双方暂时达到一个平衡的标志。一般在底部出十字星是看涨，在高位出十字星那是看跌。但美股其实波动率小，经常出现平稳行情，也就是小阳线、小阴线、十字星。大起大落的时间远远少于小幅度整理的时间。周线上看，从上上周大涨之后进入了休整，本周十字星说明调整进入尾声，多空平衡收十字星，一旦打破平衡，接下来就很容易要发生变盘。如果从周线上看，周线的移动平均线全部向上发散，成交量逐步放大，没有看空的理由。目前来看，纳斯达克长期走势仍保持完好，凡人根本无法凭空预测到最高点。在均线向上发散的情况下，周线只能继续看多。请注意，周线是长期判断使用的，用来预测下周行情，那就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而日线图上，纳指出现了一个小型三角形整理形态，这个三角形很容易就到头了，马上要变盘，向上变盘还是向下变盘？目前多空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只能等待消息面的指引。如果从技术面上来说，11400点有一个跳空缺口还没有补，根据缺口必补的经验，纳斯达克指数总是有一种向下补掉缺口的动力。那么什么时候补？下周大概率是不会去补这个缺口的，因为要补的话得跌非常多，可能性是不大。这样的话呢，纳指在突破三角形之后，根据突破的方向就可以推测后续的走势。目前只能等待纳指给出具体的方向。标普500指数这周收编的特斯拉，但这周还没算进去，所以特斯拉暴涨并没能拉动标普指数。蓝色线是近期标普的支撑线位置，向下跌破这条线，预计就会形成短期头部，向下去补缺口。道琼斯指数在一个巨型整理框框当中运行，这表示道指在突破性上涨之后没有后劲，又要在矩形里面盘整一段时间了。从矩形上看呢，道指向下破位才有可能把下方缺口补掉，而目前看是不太可能破位，原因是道指蓝色线是前期高点位置，突破之后持续上蓝色线上方运行，没有掉下来就没有看空的理由。
要看空的话，等掉下来再说了。随着美国感恩节的开始，节日氛围逐渐浓厚。我们之前提到，节日前有很多基金经理就开始休年假，交易量会下降。但与此同时，12月份的行情经常伴随感恩节行情和圣诞行情的传说。在过去10年当中，11月份大概率是上涨月份，而12月份呢则涨跌参半。过去10年有7年上涨，3年下跌。2018年12月份下跌的多，主要还是中美贸易战当时打得很凶，造成12月暴跌。其他正常年份12月还是涨多跌少，出现机构准备放假，而行情依然还不错的年尾效应。出现年尾效应的原因有很多，美国感恩节过后马上来了个黑色星期五，一天估计能创造万亿级别的零售销售额。从全球范围内看就更多了，而且销售额年年增长。这对亚马逊、沃尔玛、Costco 等主营零售的公司有确定性提升业绩的作用，以此带动一系列股票上涨。节日会有比较多的休市，在 A 股有长假风险，而美股并没有腾挪拼凑假期，休市时间一天半天的，并不会累积各种利空消息，开盘统一清算这样的风险。所以感恩节、圣诞节前夕不至于出现大规模资金规避节日风险而提前减仓的担忧。年尾也是机构保住1年投资业绩的最后时机。如果市场在最后1个月暴跌，1年辛苦奖金泡汤，所以机构在年尾维持市值、拉高持仓股票、调整持仓，以便在年度报表中披露等种种措施，都会对市场有结构性的影响。总的来说，积极的影响更大一些。而且今年的假期交易可能会比往年火爆。回想3月疫情封锁阶段，人们被动待在家里，美股券商开户量大增，没事天天看盘，反而增加了交易。交易量一大，行情就容易激发。市场最怕的不是下跌，而是怕没人玩。没有流动性的市场才是最可怕的市场。感恩节开始， CDC 建议美国人考虑与陌生人旅行和聚会的风险。美国汽车协会表示，预计今年约有5000万美国人将在感恩节期间开车出门，这个数字比去年减少了500万。全球有交易美股的人都在减少跨境流动，甚至减少外出 happy 的频率。只要人们有时间看盘，手就会痒痒的，一买一卖分分钟的事情。这样的话，市场流动性好，资金交投活跃，年尾效应如果能叠加交易量的增加，那年底出现完美收官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OK，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